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。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，力求客观呈现。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，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。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，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。因为冰湖重生，赵丽颖的《楚乔传》又火上榜了。冰湖重生遇冷，楚乔传为何再次迎来热搜？最近不少人追剧翻车，没想到老剧突然又火了起来。就在28日，微博热搜榜单上，赵丽颖《楚乔传》总榜第4这个词条冲上了前排，讨论度飙升。不少网友都说，竟然是因为新剧《冰湖重生》没看下去，结果在家又刷起了6年前的《楚乔传》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波怀旧热可不是空穴来风。就像有观众抱怨，《冰湖重生》确实让他们觉得点进去没撑1集，转头就开始重温赵丽颖的代表作。明明更新的剧资源不少，大家却纷纷怀念过去的爆款，这是为什么？一方面，《楚乔传》当年确实很能打，赵丽颖的演技一直有口皆碑，这几年无论是奖项还是作品表现都没掉队。她从普通家庭出发，一步步拿下行业认可，这种成长故事让很多人都觉得励志又真实。像2017年热播时，男主角烟熏窦骁氏也让观众印象深刻，角色塑造带有理想主义色彩，反转又精彩。不是所有剧目前还能被集体翻出来讨论，这种老范新炒其实挺罕见。但另一个现象也很明显，冰湖重生本身并不是制作简单的敷衍之作，从场景、造型到选角，每个环节都投入不少资源。主演王子文、李云瑞的表现都曾让一部分人觉得亮眼，尤其是李云瑞还因为有观众缘被点名表扬过。有粉丝就觉得新剧努力改编题材，挑战冰湖救援，极限拍摄，难度比很多都市偶像剧还高。不过说到底，剧集热度和观感其实还是看内容能不能让观众共情。很多网友直接说出缘由，剧情推不动，角色没记忆点，剧集看着累。不少弹幕调侃，剧情节奏慢，1集看下来，感觉不到人物带来的火花，所以才有一大批剧粉离场转战老剧。但也不能只怪新剧无能。冰湖重生上线初期热度其实挺高，开播首日，不少评论都在彩虹夸奖美术和取景，有媒体预判他是年初剧王潜力选手。可惜观众的审美和口味变化太快，对剧本结构和角色推动的要求更严苛，最终出来的社交口碑几乎决定了后续的走向。如果对比上一波因复播被带飞的剧集，比如《甄嬛传》《步步惊心》等，他们翻红的路径其实也很一致。大家一旦觉得新剧选不下去，就会自动回流到经典作品里，形成一种剧集复古潮。这一回《楚乔传》凭情感线和人物魅力又被扒上热搜，就是这种灌剧习惯的最新案例。但剧情好看的标准，难道只有赵丽颖和当年的民国古偶套路能打？显然有人不这么想。像《人世间》开端这种新剧也有过全民爆款的盛况，主角班底并没有多少流量偶像，靠内容硬推上热搜。一个老剧突然又流行，能不能跑得久，其实还是要靠故事耐看和人物有层次，所以这波怀旧热是不是能一直红下去，还不好说。当然，争议声音也不算少，比如有些博主写剧评，聊到演员表现细节，就会被部分粉丝疯狂留言围攻。有人理性评价赵丽颖演技实力，却被质疑有黑粉嫌疑，甚至惹来激烈舆论。其实真正原因还是情感链条牵引太强，有观众跟演员角色绑定太深，不喜欢别人唱衰。但当一部剧火的离谱或者翻车出圈，网络讨论总少不了阵营对垒。比如之前有段时间，优酷热剧《长相思》也经历过同样的争论，主演粉丝之间你来我往，讨论范围直接扩到幕后采访、相关剧评，和这次《楚乔传》的玩法很像。同样也有反方向的声音，部分用户其实对传统古偶不再感冒，
他们转向悬疑、现实题材，认为这些剧才真有内容。比如去年爆红的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影视表达方式和台词都让观众觉得沉浸，口碑高到出圈。这样的对照，正说明剧集市场其实选择多元，一部新剧是否能涨红，还真不是单靠老剧回流能解决问题。回到这波热搜潮，明显能看出观众的怀旧情绪和对剧情、角色的审美期待，在短视频和社交网络加持下迅速共振。一旦新剧不给力，观众会用脚投票，剧集老树新花也不是没可能。不过制作团队如果能认真研究为什么观众跑单，修正剧情，或许能让流量回归。当然，单靠一两个演员、豪华服化场景，想吸引住挑剔观众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说到底，剧集是不是好看，观众的选择就是最终话语权。无论是冰湖重生还是楚乔传，作品说话才是硬道理。下一个被翻红的还会是哪一部，真的很难预判。娱乐圈的热搜大概永远不会缺乏新话题。如果把这波讨论当做一次观众用脚投票的现场实验，那么结果其实很直观。当新剧没能抓住人心时，经典就会被重新召回。而这一次被召回到舞台中央的，正是楚乔传与他的灵魂人物，由赵丽颖塑造的楚乔。说句不太客气但很真实的话，冰湖重生并不是输在用不用力，而是输在有没有打中人。从制作层面看，它确实不算敷衍，场景、服化、拍摄难度，甚至演员的投入都能看出来是花了心思的。可问题在于，观众早就不是只看表面功夫的阶段了。今天的观众要的是节奏、人物弧光、情感共振，是那种我愿意跟着角色走下去的牵引力。而这一点，冰湖重生显然没做到，于是才会出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，观众不是不看剧，而是换了一部看。于是楚乔传被重新点开。这部剧的回流，表面上看是情怀，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审美对比后的自然选择。很多人二刷、三刷，并不是单纯怀旧，而是在对比之后发现，原来角色是可以这样立住的，剧情是可以这样推进的，情绪是可以这样被点燃的。而在这一切之中，赵丽颖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。她当年的表演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却极其关键的特质：可信。不是单纯的漂亮、坚强或者热血，而是她让楚乔这个人物从一个设定变成了一个会呼吸的人。他的愤怒不是喊出来的，他的倔强不是摆出来的，他的成长也不是台词推动的，而是通过一层层情绪堆叠，让观众自己感受到的。很多人现在回头看，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楚乔的打戏为什么至今还被反复提起？其实不只是动作干净利落，更重要的是，每一次出手都有情绪逻辑。他不是在完成动作，而是在做选择。这种表演方式让角色有了重量，也让观众有了代入。反过来看冰湖重生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。它不是没有剧情，而是剧情缺乏驱动力；不是没有角色，而是角色缺乏记忆点。观众看完一集，说不出谁真正打动了自己，这才是最致命的。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没有记忆点就等于没有存在感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哪怕市场上不缺新剧，观众还是会回流到老剧。因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从来不是靠时间沉淀，而是靠内容本身的耐看度。像《甄嬛传》、《步步惊心》，再到今天被重新讨论的《楚乔传》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：人物关系清晰，情感递进有层次，观众可以反复进入。当然，也不能把这波热度简单理解为老剧碾压新剧。事实上，这几年像《人世间》、《开端》、《漫长的季节》这样的作品，同样证明了一个事实：只要内容够扎实，新故事一样可以成为爆款。所以问题的核心其实不在新旧，而在有没有打动人。至于赵丽颖为什么能在这种对比中反复被提起，
答案也很简单，他的表演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。他不是依赖某一个角色爆红，而是不断用角色去证明自己的稳定性和进阶能力。从楚乔到后来的不同类型作品，他始终在做一件事，让角色成立。这也是为什么当观众对新剧失望时，会本能地回到他的作品里，因为那里有一种确定感，你知道这个人物不会轻易崩塌，这段情绪不会敷衍带过。说到底，这一轮翻红，既是对楚乔传的再次认可，也是一次对行业的提醒。观众或许会被宣传吸引进来，但能不能留下来，只看一件事：故事和人物够不够真。至于冰湖重生，它并不是没有机会。如果后续能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找到节奏，未必不能挽回一部分口碑。但如果仍停留在外在精致、内里空心的层面，那观众的流失只会越来越快。娱乐圈从不缺热搜，但真正能被反复点开的，永远只有少数。赵丽颖坚决不演《楚乔传2》，背后原因太清醒，难怪能红10几年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《楚乔传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旧是古偶大女主剧里的天花板。可不管剧粉怎么催，片方怎么邀请，赵丽颖就是咬死了不接第二部，甚至多次公开回绝，半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按理说，一部剧爆到这个程度，续集根本不用筹热度，躺着就能赚流量，拿高片酬，多少演员挤破头都抢不到这个资源，偏偏赵丽颖直接拒了，很多人都觉得可惜，甚至有人说她傻，放着现成的红利不赚，非要去拍新剧。但今天咱们好好聊聊，赵丽颖不演《楚乔传2》，真的不是任性，而是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最通透、最清醒的决定。也正是这份清醒，才让她从一个跑龙套的小透明，一路走到现在的顶流位置。先说说当年《楚乔传》的遗憾，相信看过的人都忘不了。楚乔这个角色，完全是赵丽颖量身打造的。她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主，从奴隶一路逆袭，眼神里的倔强、坚韧、不服输，每一个细节都演得入木三分。为了拍好这部剧，赵丽颖吃了不少苦，沙漠戏、打戏全都亲自上，不用替身、暴晒、受伤都是常事。她把自己彻底带入楚乔，用心打磨每一个镜头，才造就了这个无法超越的角色。可第一部的结局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草草收尾，很多剧情坑都没填上，明明可以拍得更完整，却因为各种原因留下太多意难平。而片方想拍第二部，初衷根本不是为了完善故事、圆观众的梦，更多的是想消耗第一部的热度，趁着 IP 还火，快速捞一波流量。剧本、制作、剧情逻辑全都跟不上第一部的水准。赵丽颖是什么人？她是对剧本、对角色极其较真的演员。她拍戏从来不是为了凑数、为了赚钱，而是要对得起自己，更要对得起观众。她心里清楚，第二部根本达不到第一部的水准，强行出演只会毁掉自己用心塑造的经典角色，让楚乔从一个意难平的白月光变成被消费、被消耗的工具人。他不想让自己付出心血的角色变得面目全非，与其拍一部烂续集砸了招牌，不如让楚乔停留在最经典的时刻。这是对角色负责，也是对观众负责。再往深了说，赵丽颖的演艺之路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角色吃老本。内娱很多演员火了一个角色就死死抓住不放，反复演同类角色，待在舒适圈里不肯出来，最后慢慢被观众遗忘。但赵丽颖不一样，她永远在跳出舒适圈，永远在突破自己。从《陆贞传奇》里的女官陆贞，到《花千骨》里灵动可爱的小骨，再到《知否》里隐忍聪慧的明兰，还有《风吹半夏》里飒爽干练的许半夏，她每一个角色都截然不同，从来不会被某一个类型框住。她不想被贴上楚乔的标签，不想一辈子被定义为楚乔扮演者。她想做的是演员赵丽颖，而不是某一个角色的附属品。她明白，演员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，
不断挑战新的角色，吃老本终究走不长远。与其在一部剧里反复消耗自己，不如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角色，挖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。这也是他能红十几年，一直不被内娱淘汰的关键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赵丽颖吃过太多剧本的亏，也看透了娱乐圈的资本套路。之前拍戏，她遇到过剧本魔改、配角加戏、女主高光被删的情况。明明自己用心演绎，最后却因为制作方的急功近利，让整部剧大打折扣。她不想再重蹈覆辙。楚乔传2明摆着是资本用来收割流量的作品，剧情、制作都没有保障，即便出演，也很难再拍出第一部的质感，反而会败坏自己的口碑。对于演员来说，口碑和作品质量远比一时的热度和片酬更重要。赵丽颖一路走来，从农村女孩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学历，跑了多年龙套，一步步靠自己的实力站稳脚跟。她比谁都清楚，只有守住底线，不被眼前的利益迷惑，才能走得更稳、更远。他拒绝的不是楚乔传2，而是急功近利的资本套路，是消耗自己的烂剧本，是原地踏步的舒适圈。这份不恋战、不将就的清醒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，真的太难得了。其实我们观众爱的也正是这样的赵丽颖，她不迎合，不妥协，对角色有敬畏心，对演艺事业有初心，不被流量绑架，不被资本左右。楚乔之所以经典，就是因为戛然而止，保留了最完美的样子，而赵丽颖也用自己的选择守住了这份经典。所以真的不用替她可惜，她的每一个决定都藏着她的格局和清醒。也正是这份清醒，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内娱一直立于不败之地。好演员从来不会被一个角色困住，赵丽颖的演艺路还会有更多比楚乔更精彩的角色等着我们去看。说到底，演员这条路拼到最后，拼的从来不是流量，而是清醒的认知和对职业的敬畏。这一点，赵丽颖真的做到了极致。在如今这个更新速度快得让人有些疲惫的影视环境里，一部作品能被反复提起9年，已经不只是爆款2个字可以概括的意义了。而当我们再次回望楚乔传，很多人真正念念不忘的，从来不是剧情的完整与否，而是那个由赵丽颖赋予灵魂的楚乔。说句很实在的话，如果单纯从商业角度看，拒绝续集几乎是反常识的决定。一个已经被市场验证成功的 IP， 一个观众基础稳固、情怀浓厚的角色，再加上资本和平台的强力推动，这几乎是躺着赢的局。但偏偏他没有选这条路。这种选择乍看是放弃，细想其实更像是一种克制。楚乔这个角色之所以成立，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成长线或者人设标签，而是那种被演员一点点磨出来的真实感。你能清晰感受到他的坚韧不是喊口号，而是从眼神、呼吸、动作里长出来的。那种从底层挣扎向上的力量，如果少了一点真诚，就会立刻显得空洞。而赵丽颖当年恰恰是用最笨的方式，把这种真实一寸一寸打进角色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角色其实是有边界的。它的完成度不仅取决于剧本，更取决于创作环境是否还允许这种打磨继续存在。一旦续集的出发点从讲好故事变成延续热度，角色本身就会开始被稀释。很多观众嘴上说想要圆满，但真正让人难以忘怀的，往往恰恰是那份未完成的余味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拒绝更像是在替角色止损，不是不愿意继续，而是不愿意在不对的条件下继续。这种判断其实非常考验一个演员对自身位置的认知，你到底是服务于角色，还是让角色服务于流量？再往深一层看，这个决定也和他一贯的路径高度一致。他的作品轨迹很少停留在同一个类型里打转，从早期的古装成长，到后来的家庭群像，再到现实题材，他始终在尝试把自己从标签里剥离出来。对他来说，被记住很重要，
但只被一种方式记住，反而是危险的。很多演员在遇到一个代表作之后，会不自觉地围绕它建立安全区，因为那是最容易获得反馈的路径。但问题是，一旦观众的期待被固定，演员本身的空间就会被压缩。久而久之，角色在重复，情绪在重复，连努力本身也会变成一种机械化的再生产。他显然不愿意这样。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层面，是对行业规则的清醒理解。经历过剧本调整、叙事失衡、角色被弱化这些情况之后，一个演员如果还选择无条件相信，那反而才是不理智。尤其是在一个已经高度商业化的项目里，创作优先级往往并不掌握在演员手中。你可以付出同样的努力，但未必能得到同样的呈现结果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选择退出其实是一种对结果负责的方式。与其等到作品播出后再去解释不是我不认真，不如一开始就避免进入一个不可控的局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觉得遗憾，觉得楚乔的故事还没讲完。但某种意义上，这种遗憾本身正是角色生命力的一部分。很多经典之所以成立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讲得足够完整，而是因为他们停在了最合适的位置。演员和角色之间，有时候就像一场刚刚好的相遇，再多一步，可能就不是加分，而是消耗。所以，与其说他拒绝的是一部续集，不如说他在守住一个边界，什么可以继续，什么必须停下。这种边界感，在一个习惯不断放大产出的行业里，其实非常稀缺。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他能走这么久？答案可能并不复杂，不是因为他每一步都选对了，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换方向。他没有把自己绑定在某一个成功里，而是始终在给自己留出新的可能。而这种选择，短期看可能少了一点热闹，长期看却更接近一种稳固的积累。说到底，观众真正愿意长期追随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角色，而是那个始终在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的人。赵丽颖楚乔打戏吊打内娱，这才是女将军该有的样子。楚乔传都播出整整9年了，赵丽颖的楚乔打戏依旧是内娱女将军角色天花板般的存在，后来者扎堆模仿，却从来没有一个能真正超越，每次重温都让人热血沸腾，直接看跪。现在的古装剧打戏，全靠慢镜头凑数、替身走位、特效堆砌，花里胡哨却毫无力道，看得人昏昏欲睡。可赵丽颖的楚乔打戏完全是另一个级别，拳拳到肉，招招利落，兼具侠气与狠劲，每一帧都燃到头皮发麻。不管是沙漠里孤身屠狼的绝境求生，九幽台上锻炼突围的决绝刚烈，还是洗墨江雪中搏杀的孤勇无畏，他把楚乔柔躯藏铁骨的特质演到了极致。没有多余的花哨动作，每一次出招，每一次格挡，都满是生死边缘的正扎感，把乱世女奴到沙场将领的蜕变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更绝的是他的眼神戏，堪称打戏的灵魂所在。和狼群对峙时，眼里是淬了火的求生欲；战场厮杀时，目光如炬，青筋暴起，全是不死不休的韧劲，完全摒弃了刻意耍帅，却自带震慑人心的气场，让人瞬间带入角色，跟着他的节奏心跳加速。这份封神级的表演背后，全是赵丽颖实打实的付出，妥妥的把伤痕熬成了角色的勋章。拍沙漠戏份时，全剧组唯独他一人远赴内蒙古实拍，40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下，在滚烫的沙地里被拖拽、翻滚、摸爬滚打，膝盖磨得血肉模糊，依旧咬牙坚持拍完所有动作戏。工作人员心疼想拍下他的辛苦瞬间，他却轻描淡写笑着说：“楚乔本就是这样坚韧的人，这点苦不算什么，这些伤痕都是他的勋章，也是我的。”双引号。为了贴合楚乔底层奴隶的人设，他更是敢对抗剧组创作惯性，直接拒绝导演家的美颜卖萌、撒娇娇俏戏份，主动瘦身8斤，
体重跌到不足80斤，刻意还原角色面黄肌瘦、饱经磨难的模样，让每一场打戏都贴合人物底色。这份对角色的较真，内娱没几个演员能做到。9年过去，内娱女将军角色层出不穷。2026年新版剧集播出，网友依旧忍不住把赵丽颖的楚乔拉出来对比，疯狂吐槽新版打戏软趴趴像没吃饭，徒有飒爽外表，全无力量与灵魂。要知道，赵丽颖为了拍好打戏，提前拿着10斤重的铁棍反复训练力道，每一个动作都练到扎实稳健，这样的用心，注定成为无法复刻的经典。楚乔从不是单纯的打戏战神，她身上是弩指歌的信仰，我要带你们回家的嘶吼，早已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女性力量符号。她让我们看到，女生也能有独当一面的骑士精神，能在泥泞里抗争，在绝境中重生。这份精神共鸣，让这个角色火了整整9年，依旧鲜活动人。说到底，经典从不是靠流量与特效堆砌，而是演员用真心、用汗水打磨出来的。赵丽颖的楚乔早已成为内娱女将军角色的标杆，往后再难超越。互动时间，你当年被楚乔的哪个打戏名场面惊艳到？觉得现在的古装打戏能超越楚乔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，点赞为赵丽颖的敬业与经典打戏打扣。免责声明：文章的时间、过程、图片均来自于网络，文章旨在传播正能量，均无低俗等不良引导，请观众理性看待本事件，切勿留下主观臆断的恶意评论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。本文如若真实性存在争议，事件版权或图片侵权问题，请及时联系作者，我们将予以删除。在今天这个特效与流量既飞的古装剧时代，再回头看楚乔传，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不是时间能冲淡的。尤其是赵丽颖所塑造的楚乔，那种带着血与火、骨与魂的打戏质感，放到9年后的今天，依然能让人一秒起鸡皮疙瘩。很多人喜欢用天花板这个词，但说实话，这个词用在楚乔身上一点都不夸张。因为他的打戏从来不是好看那么简单，而是一种几乎能透出屏幕的真实感与力量感。你能明显感觉到，那不是演员在表演打斗，而是一个身处乱世、命悬一线的人在用尽全力活下去。如今的古装打戏越来越精致，却也越来越轻，慢镜头铺陈、替身衔接、特效修饰，看似华丽，实则失去了最核心的东西——重量感。而楚乔的每一场动作戏都带着沉甸甸的质感，他挥出去的每一刀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生存。他每一次翻滚闪避都不是设计好的美感，而是贴着死亡边缘的本能反应。还记得沙漠那场人与狼的对峙吗？那一刻的楚乔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主角，她没有光环，没有保护，只有干裂的嘴唇、凌乱的呼吸和眼底那股不肯认输的狠劲。那种眼神是装不出来的，那是一种从绝境里逼出来的生命力。再到九幽台锻炼突围，那种爆发力更是令人震撼。它不是轻盈飘逸的飞出去，而是带着重量，带着撕裂感，一寸一寸挣脱束缚。观众看到的不是动作设计，而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情绪释放。那一刻，你甚至会忘记他是演员，只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在拼命。其实真正让楚乔打戏封神的，不只是动作本身，而是人的存在感。赵丽颖给这个角色注入了一种极其稀缺的东西，克制却滚烫的力量。她从不刻意摆出英姿飒爽的姿态，但偏偏每一帧都自带气场。她的狠不是表面的张扬，而是藏在骨子里的坚韧。尤其是她的眼神，几乎可以单独写一篇分析。对狼时是求生本能，对敌时是杀伐决断，对同伴时又藏着隐忍的温度。这种层次让打戏不再只是动作，而变成了叙事。观众不是在看他怎么打，而是在看他经历什么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一切并不是靠后期包装完成的。
那些沙地翻滚、真实摔打、极限环境下的拍摄，都是真实发生的。你能从画面里看到疲惫，看到狼狈，甚至看到疼痛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构成了角色最真实的质感。有时候会觉得，楚乔这个角色之所以能活这么久，是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会打的女主，她身上有信念，有方向。我要带你们回家这句话，听起来简单，却在无数观众心里留下了极深的烙印。那不是台词，那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9年过去，当新的古装剧不断推出女将军人设时，观众还是会不自觉地拿楚乔来对比。不是观众苛刻，而是标准已经被抬高了。当你见过真正有重量的表演，再看那些只停留在表面的飒，自然很难被打动。说到底，经典从来不是偶然，它往往诞生于演员对角色近乎执拗的坚持，以及对细节毫不妥协的打磨。赵丽颖在楚乔身上做的，就是把相信角色这件事做到极致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女将军该是什么样子，其实答案早就在那里了。不是盔甲多华丽，不是动作多复杂，而是你是否能让观众相信，这个人真的可以在那个世界里活下去，甚至改变命运。楚乔做到了，而这也正是他至今无人超越的原因。剧扑了就咬人，冰湖重生内涵赵丽颖，网友既蹭又踩，吃香难看。等了9年的宇文玥，最终从冰湖中捞出来的，却是一个与预期迥异的诸葛亮。冰湖重生这部剧并没有引起预期的火爆，主演也未能一举成名，反倒是凭借一条阴阳怪气的官方微博，将自己推上了热搜的风口浪尖。这件事要从4月10日下午5点开始说起。那时，赵丽颖工作室发布了一段9年前楚乔传幕后采访的视频，配文简短却意味深长：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，楚心如故。视频中，赵丽颖反复强调，楚乔的精神内核是自由平等，是一位追求信仰的大女主形象。她还特别表明反对影视剧中女性角色总是围绕男人展开争斗的套路。此时，冰湖重生正值热播，它与当年赵丽颖主演的楚乔传颇有相似之处，同样是改编自潇湘东儿的小说《11处特工皇妃》。不过，新的剧集自上线以来，就因为大幅弱化原作是弩指歌的核心理念，把楚乔角色简化成为男主复仇的工具人而陷入了争议。这样的改编，仿佛在拍《还珠格格》时，把小燕子的调皮个性变成了蛮横无理，结果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。而赵丽颖采访中提到的内容，正好契合了楚乔所应有的精神面貌。虽然赵丽颖工作室没有明确点名，但大家都能看懂她话中的深意，毕竟这还是留了点余地。然而，事件真正升级，是冰湖重生的官方微博紧随其后发布了一条文案：人前体面人，人后难做人，乱世生存全靠演技，谁还没2副面孔呢？这条文案发布的时机极其巧合，几乎是在赵丽颖工作室发文后不久，言辞中的指向性非常明显，毫不掩饰地影射赵丽颖方的表面体面，背后虚伪。网友们的评论简直精准，既蹭又踩，吃香难看。然而，这部剧受到广泛诟病的并不仅仅是剧情上的问题，还有它在宣发上的种种乱象。全网都在打着楚乔传续集的旗号，甚至一些平台直接将它标注为楚乔传2，给人一种同一个团队、不同演员、换个故事的错觉。实际上，小说《11处特工皇妃》并非单一的作品，而是一个系列。赵丽颖所主演的《楚乔传》是根据这个系列的第1部分改编的，而《冰湖重生》则是第2部分的改编。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早在2024年6月10日，拍摄《楚乔传》的慈文传媒就明确表示，自己拥有《11处特工皇妃》第2部分的改编授权，并正在开发相关作品。同时，还特别强调冰湖重生与他们无关。也就是说，
虽然两方都拿到了11处特工黄飞第2部分的授权，慈文传媒仍保留了第1部分的改编权，并已经制作了楚乔传。这一点就像是有人拿到了魔道祖师的授权，但如果没有肖战、王一博版陈情岭制作方的许可，是不能在宣传中提及陈情岭这几个字，更不可能说自己是陈情岭2。同理，冰湖重生剧方从立项起便模糊了这一边界，在平台上搜索楚乔传2时，会直接跳转到冰湖重生，宣传语中不断提到续写冰湖结局、楚乔传续作等字眼，甚至让曾在楚乔传中饰演小楚乔的黄杨钿田继续顶着小楚乔的标签。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借助前作的知名度吸引观众，但问题是，小楚乔这个标签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按理说，小楚乔已经成年了，这样的标记着实有些牵强。显然，耀客文化等制作方拖延至今，似乎在等着预定的女主角长大，再来拍摄这部剧。这种做法，法律上或许能站得住脚，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宣称自己是楚乔传2，但是在商业伦理上却明显缺乏尊重。他们通过这种模糊的营销手段，消耗了前作的积累和观众的期待。一旦口碑崩塌，损害的将是整个楚乔 IP 的声誉。等到真正的楚乔传2上映时，观众的热情早已被消磨殆尽。回想当年拍摄楚乔传，赵丽颖带着伤痛进组，几乎所有的打戏都亲自上阵，甚至连那些高难度的倒吊动作都不依赖替身。她将楚乔从奴隶到女将军的成长历程生动演绎，深深植入了观众的心里。观众所认同的不仅是她演绎的楚乔，更是信仰高于爱情的精神核心，而不是随便谁挂上一个 IP 标签就能赢得掌声的。如今，冰湖重生无论是吃前作的红利，还是对赵丽颖工作室回应的态度，似乎都暴露了制作方的自大与无视观众的态度。这样的吃着碗里的瞪着锅里的操作，真的有必要吗？你到底是在骂谁？是骂演员吗？不，你是在藐视观众的审美与认知，更是在挑战你们自己的素养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热度更替极快的时代，一部作品能否真正留下痕迹，从来不取决于营销声量，而在于它是否触及人心。楚乔传就是这样一部剧。9年过去，当新的争议与喧嚣再度围绕这个 IP 展开，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回头，重新凝望那个由赵丽颖塑造的楚乔，那个带着信仰、带着锋芒，也带着温度的灵魂角色。坦白说，冰湖重生的风波之所以能迅速发酵，并不只是因为一条略显阴阳怪气的文案，而是因为它恰好触碰到了观众心中最敏感的一根弦，对经典的尊重，对角色精神的理解，以及对演员付出的认知。当一切浮于表面的操作被放大时，赵丽颖当年的表达反而显得愈发清晰而有力量。那段9年前的采访视频其实并不复杂，没有激烈的言辞，没有刻意的对抗，甚至连语气都平静得近乎温和。但他反复强调的自由、平等、信仰，却像一把慢火，悄悄点燃了观众的记忆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楚乔之所以动人，从来不是因为他赢了多少场战斗，而是他始终在为人为何而活这个命题作答。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些改编试图将角色简化为推动剧情的工具时，观众会本能的抗拒，因为他们见过更完整的楚乔。他不是谁的附属，也不是被动卷入纷争的棋子，而是一个在乱世中主动选择命运的人。赵丽颖用极其扎实的表演，把这种选择具象化了，那种在绝境中依然挺直脊梁的倔强，那种即便遍体鳞伤也不愿低头的骄傲。更难得的是，这种力量感并不是靠台词喊出来的，而是通过身体完成的。很多人至今回看楚乔传，仍然会被他的打戏震撼，不是因为动作多复杂，而是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角色的情绪，愤怒、挣扎、不甘、决绝。你能感觉到，那不是演出来的狠，而是从角色内部生长出来的力量。
他在泥的里翻滚，在寒风中对峙，在生死边缘反复挣扎。那些画面之所以有重量，是因为观众相信这个人真的在活。反观当下的一些创作思路，往往更在意看起来像什么，却忽略了本质是什么。于是就会出现一种割裂感，人物在情节中不断行动，却缺乏真正的动机；故事在不断推进，却无法让人共情。而赵丽颖当年的楚乔恰恰相反，她的每一步选择都有清晰的内在逻辑，她的每一次爆发都源自长期压抑后的必然结果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冰湖重生试图借助续作标签吸引关注时，观众的反应会如此复杂。一方面是对这个 IP 仍然抱有期待，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消费的警惕。当情怀被反复使用，却缺乏相应的诚意与深度时，观众并不会买账。相反，他们会更加坚定地守护自己心中真正认可的版本。而赵丽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始终没有试图占有这个角色，她只是把楚乔认真地活了一遍，然后把答案交给观众。她在采访中说的那些话，不是为了回应谁，也不是为了制造话题，而更像是一种对角色的复盘与尊重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表达才会在多年后再次被提起，并且依然成立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场风波反而成为了一面镜子，它让人看清一部作品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哪里，也让人重新认识一个演员与角色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是什么。不是短暂的绑定，不是流量的互相成就，而是一种彼此成全的过程。当热度散去，留下来的往往是最朴素的东西，一个眼神，一句台词，一段拼尽全力的表演。赵丽颖的楚乔就是这样被记住的，她不需要反复被提及，也不需要被刻意对比，只要有人重新点开那部剧，她就会再次站在那里，坚定、清醒、不可替代。所以说，与其争论谁在蹭，谁在踩，不如认真想一想，为什么9年过去，观众依然愿意为同一个角色热血沸腾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有人曾经真正用心去完成过它，而这种用心是任何营销都无法复制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，再见。